洛特斯在米特拉神庙当中担任女祭司，与你和你的儿子一起工作了40多年。通过你们3个共同的努力，殖民地的各个城市都达到了完美的状态。你们建立了工厂，指引农业发展，最终给那片土地带来了繁荣。当印加统治者即将结束他在那个文明人世间的朝圣还有服务的时候，他被提前告知。就在那时，他把你们3人叫回家，任命其他人接替你们的位置，带着你对人民的祝福与爱，你向他们道别。当你们回到家，国王惊讶地发现，这么久不见，你们中没有一个人变老。你们年轻的容貌是小时候受到训练的结果。这更加证明了他的孩子是受到神圣指派来回应他的祈祷，深深地感激伟大合一之神对他、他的孩子和他人民的祝福，这始终充满了他的内心。此刻，当圣哲曼描述这些在印加的转世场景时，活生生的画面开始出现在我面前的空气当中，所有一切都保持着最初的颜色还有活动。它们持续了近3个小时。此外，他揭示了那些古老的经历，秘鲁和米特拉的现实生活。印加统治者把来自黄金之城的14个人召集起来，准备在他人世间朝圣中最重要的事情。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帝国的事务必须转移给长子掌控。他将在宴会上任命长子为他的继承人。这座宫殿闻名了几个世纪，作为那个时期最宏伟的建筑，因为国王在整个统治期间有着大量的资源供他使用，他总是生活在接近他神之自我的地方，数不尽的财富流向了他。宫殿内部是最为华丽的，皇室的私人房间装饰着镶嵌着珠宝的纯金，并尽可能多的使用太阳的符号，作为对内在神之自我的不断提醒。宴会厅里摆着5张雕花玉石桌子，放置在白色玛瑙的底座上，每张桌子坐20人，而王室的那张桌子坐了16人。他们中的14位来自黄金之城，还有国王和圣哲曼大师。圣哲曼当时被称为圣子乌列尔。国王的那一桌的椅子是用黄金打造的，略微覆盖着绚丽的鸵鸟羽毛，色彩绚丽。印加统治者的椅子羽毛是美丽的紫罗兰色，圣哲曼的椅子是灿烂的金色，女儿的则是粉色，长子的是紫罗兰色，不过比统治者的颜色更浅一些。那位更年轻儿子的椅子是白色的，代表着祭祀的权威。来自黄金之城14位中，其他人椅子上的羽毛是不同的颜色，美丽的无法形容。每一种颜色代表着每位存有给予帝国服务的不同职位。桌子表面覆盖着的是一种非常柔软的布料，上面绣着非常闪耀的线。整个宫殿被自发光的水晶球照亮，这是圣哲曼在他刚开始授课时送给印加统治者的。国王穿着一件金色的金属质感的皇家长袍，上面有镶嵌着精美宝石的胸甲，象征着太阳。长袍外面是他的官袍，由华丽的紫色织物制成，边缘装饰着华丽的鸵鸟羽毛，领口很深。他的王冠是一圈钻石，后面有3根紫罗兰色的羽毛。统治者内在生命的这3根羽毛象征着神性的3重活动：圣父、圣子和圣灵，作为爱、智慧和力量在人类当中发挥作用。2个儿子的着装与父亲相似，除了长袍，每个人都穿着由胸甲上的珠宝构成的伟大太阳的图案。长子的王冠上镶嵌着祖母绿，后面的羽毛跟国王一样是紫罗兰色的，颜色更浅。另一个儿子的头饰
是珍珠，羽毛是白色的，这是他作为祭司职务的另一个象征。国王的女儿穿着一件金色长袍，像薄纱一样细腻，上面覆盖着一层乳白色的材质，看起来很闪耀，颜色伴随着她身体的每个动作而变化。她穿着镶嵌有钻石和祖母绿的宝石腰带，垂带几乎到了地板。她头上戴着一顶贴合的编织帽子，脖子上有一条项链，项链上挂着由钻石、红宝石、祖母绿镶嵌而成的伟大太阳图案。她的凉鞋是金色的，也镶嵌着宝石。就在国王离开他的私人寝室前往宴会厅的途中，一道闪耀的圣光闪过房间，然后圣哲曼站在了我们面前，看起来就像是神一样。他身上的圣光明亮的炫目，过了几秒钟，我们就习惯了。他美丽的金色头发垂到肩膀上，额头周围有一圈蓝色的钻石，固定在恰当的位置。他自己身上散发的强烈圣光穿透了头发的颜色，看上去就像是阳光那样。他那双锋利而闪烁的紫罗兰色双眼与他的皮肤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的皮肤是柔和的粉红色，展示出青春和完美的健康。他的五官非常规整，就像是古希腊人的五官。他身穿一件长袍，那是一件美妙又闪耀的白色织物，完全不同于我们现代世界的任何材质。它在腰部位置略微贴合着身体，腰间系着一条镶嵌着黄色钻石和蓝色钻石的腰带，腰带上的裁片延伸到了他的膝盖。在他左手无名指上佩戴着一枚戒指，上面镶嵌着一颗华美的黄色钻石。他的右手中指上佩戴的是一颗同样闪耀的蓝宝石，因为他自己发出强烈的光芒，两颗钻石也极度闪耀，因为他刚刚从黄金之城到来。国王对他的出现既惊讶又欣喜，他在心脏位置、头部和手部做出某种姿态，在他的面前深深鞠了一躬，并向大师伸出手臂。他们就这样一同进入了宴会厅。这里桌子上摆满了黄金、水晶和玉石。国王的孩子们很快就进来了。当他们看到他们敬爱的大师时，他们高兴极了。不过他们并没有忘记这个场合的庄重，并做出了他教导给他们的神圣仪态，在他的父亲和这位尊贵的客人面前鞠躬。示意给出，所有的人就坐。国王坐在桌子的首位，圣哲曼坐在他的右侧，大师的另一侧是国王的女儿，长子坐在国王的左侧，小儿子坐在长子的左侧，然后就是其他来自黄金之城的人。宴会结束时，统治者站了起来，所有人都注视着他。他沉默了片刻，向尊敬的圣哲曼伸出手，把他介绍给在座的人。大师优雅地鞠了躬。国王告诉他们，高等的灵性法则是如何被教导给他和他的孩子们，以及降临到这片土地和人民的伟大祝福，如何是大师伟大的爱之结果。他进一步解释了这次宴会举行的目的是为了任命他的王位继承人。他示意大儿子站起来，并宣告他是他们未来的统治者。他脱下了皇家的长袍，把它披在儿子双肩上。圣哲曼双手举过他的头顶，给予祝福。他说：“我祝福你，我的孩子，以人类和主宰宇宙的伟大合一之神的名字还有力量，他至高无上的智慧将会引导你，他的圣光将照亮你，他的爱将祝福和拥抱你，还有这片土地以及他的子民。”敬爱的大师用右手的拇指抚摸儿子的额头，并举起他的右手，一道炫目的圣光包围了他们。国王随后
任命了米特拉神庙接替他女儿和2个儿子的人选，圣哲曼国王和他的孩子们，以及来自黄金之城的其他人，退回至王室中。大师再次转身对大家说道：“圣光之爱，你们的兄弟，也就是国王，很快要前往他应得的安息之中，并接受更高的指引。在那之前，我会一直跟你们在一起。你们的文明会在我们敬爱兄弟的统治下到达巅峰。你们会需要更多的财富来完成所有的事情。在不远的群山深处，有着大量的黄金和宝石。你们国王的小儿子至今还没有拿回他曾经使用过的能力，我会尽快让他再次发挥作用，以供你未来活动的需要。”他走向小儿子，用右手的拇指摸了摸他的额头，他的身体一阵颤抖，他的内在视觉被打开了。他看到，在山体要塞的某个地方，储藏着如此巨大的财富。他知道，他们不需要其他的供应就可以生产这些东西，他们要被用于外在的活动当中。儿子向他敬爱的大师致敬，并承诺，通过他的帮助，履行矿场的使用计划。当来自黄金之城的统治结束时，他开采和经营的3个矿场将被关闭和封锁。直至今天，他们还处于封锁当中。历史学家一直在使用不同的方式寻找证据来证明这个文明到达的巨大高度和它取得的辉煌。他们迄今为止发现的是印加活动的碎片，那些活动处于印加文明的衰落时期，但是终有一天，印加文明巅峰时的活动会出于祝福、启发和服务的目的揭示给后人。次日，使者被派往帝国的主要地点，宣布国王之子即位。他的名声在他到达米特拉城之前就传遍了，因为他在米特拉城任职期间，他的智慧、高尚的品格还有正义已经被整个王国所知。几天之后，小儿子指引首席采矿工程师准备设备、人员和物资，准备进山去开采他使用内在视觉时展示给他看的矿山。当他们准备开始时，小儿子一直是独自一人，他把自己的注意力牢牢地放在内在的神之自我上，知道他会被准确无误地引导找到矿山的位置。正因如此，他毫不费力的，也没有被耽搁，直接前往了内在视觉当中看到的地点。他派遣了大量的工作人员去工作，在60天内把矿山开采成为南美洲有史以来最丰富的金矿。之后也没有金矿与之比肩。那座矿场的发现和经营一直流传到今天，在民间传说中流传甚广。小儿子在人民的热烈欢迎当中功成身退，得到了他的父亲圣哲曼还有他哥哥姐姐们的祝福。矿场的位置是海拔8000英尺。那段时间，国王的儿子对一种经常发生在高海拔地区的活动变得高度敏感。当他回到王宫后，他清楚地感觉到印加统治者发生重大变更的时间已经到来。他知道国王将不久于人世。国王儿子加冕的日子到了，届时他将依法公开承担起王国的责任和义务。皇室要求他们敬爱的大师和朋友为新统治者加冕，他欣然同意了。为重要事件进行的精心准备已经完成，仪式已经进行到要把王冠戴在新的统治者头上的重要时刻。所有人都注意到，圣哲曼并没有准备要把王冠接过来。突然，一道闪耀的圣光出现，他们面前出现了一位最为美妙的存在。她看起来只有18岁少女的样子，但是她的眼眸和鳞在当中散发着闪耀的光芒，充满了女神的爱、智慧还有力量。弥漫在她空气周围的是圣光，水晶般的白色光芒，闪闪发光，而且不断闪耀着。她将纤巧的手
伸向拿着王冠的人，举起王冠，以无限优雅的姿态把它放置在国王儿子的头上，并用一种声音，那是音乐的灵魂，说道：黄金之城的爱子，我以黄金之城的爱、圣光和智慧为你加冕，这顶王冠就是它的象征。愿你的正义、荣耀和高贵永远延续下去。根据神圣法令，我将与你一同统治。不过，除了在场的黄金之城的诸位外，其他人看不到我。新统治者跪下，接受加冕。这位美妙的存有弯下腰，亲吻他的额头，然后他转向所有聚集在这里的客人，伸出双手为他们祝福。即刻，一种柔和的玫瑰色的圣光充满了整个空间。这是他对他们爱的倾洒。他祝福了前任国王，然后转向他的女儿，深情地拥抱了她。他向小儿子伸出手，小儿子跪下，怀着深深的敬意亲吻了他。新国王登基，向宾客鞠躬。他向这位美丽的存有伸出手臂，带领他到宴会厅。在这里，他们要举行盛宴，庆祝加冕礼。他示意大家就坐，然后对他们讲话。他说：我敬爱的人民，我知道在人类和宇宙当中只存在一位伟大的临在，神主宰着一切。我一如既往地渴望这么活着，让我的心智和身体成为合一伟大的内在临在的清晰管道和完美表达。愿你们，我的朋友们，我的人民，我们的土地以及它的活动，永远被神最伟大的爱、和平、健康和幸福所祝愿。愿这个帝国，也就是神的领域，继续繁荣昌盛，而我们只是他的监护人。我内心对神的爱永远包围着你们。我祈求神的永恒圣光把你们提升到他神圣的完美状态。随着宴会的进行，先王的脸色变得非常苍白。新国王示意他的弟弟走到父亲身边，搀扶他进入了皇家的私人房间。国王躺着一动不动将近4个小时。他的孩子圣哲曼大师以及那位美丽的存有留在他的身边。当他在地球上最后一刻来临时，那位美丽的存有走到他躺着的长榻床头，对他说：印加兄弟，你曾想过把你的形体留给4大元素，让它们来进行作用。但我告诉你，它会被提升、转化，并被照亮，进入表达出所有完美的永恒神之殿堂。你进行的伟大服务已经让你从生死之轮当中解放出来。现在你被圣光的扬升之主接收了，你和他们永远是合一的存在。慢慢的，他的身体开始从视野当中淡化，化作一团薄雾，然后完全消失了。圣哲曼转向站在一旁的人，他说：我在这里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走上前，把一枚设计极为特别的戒指戴在国王右手的无名指上，上面镶嵌的宝石是一个小的自发光球体，由某种沉降的物质构成，看起来像是珍珠。它的正中央是一团微小的蓝色火焰，这是圣光的聚焦点，与圣哲曼曾经送给国王父亲的那颗照亮整个宫殿的球体相似。收下这个，他继续说，他来自黄金之城的大师，这是他的要求，你要一直把它带在身上。向他们告别并优雅的鞠躬后，他从视线中消失了。那位印加人的3个孩子有着完美的物质身体，这要归功于他们在童年时期接受过的圣哲曼大师的教导。那时他每天都从黄金之城来到这里，为他们终生为那里的人民服务进行着准备。他们都拥有最美丽的金色头发和蓝紫色的眼睛。2个儿子
有6尺3寸高，女儿约有5尺7。它们都散发出一种巨大的天然威严，暗示着他们在圣哲曼的指导下获得的内在主宰。当长子即位时有68岁，但是看上去不超过25岁。即便是当他们离开地球时，没有一个人看起来超过25岁。新国王在位47年，活到了115岁，女儿活到了113岁，较年轻的儿子活到了111岁。那个时期的印加人都是黑眼睛、黑头发，皮肤像美洲的印第安人。那些转世为印加人的民众，不像是埃及、亚特兰蒂斯和撒哈拉沙漠等之前的文明中那些拥有高等知识的灵魂。出于这个原因，伟大的扬升之主引导人类在地球上进化的存有们，任命的印加统治者、他的孩子以及来自黄金之城当中14位的其他人来管理政府和他的子民，建立一种新的模式。之后的活动将以此为模板。他们设计的一种政府形态和发展计划，如果得到遵循，那么整个文明就会达到外在成就的伟大巅峰，同时获得巨大的内在启示。随着人们要从印加人中选出一位统治者接替国王和他助手时间的临近，人们非常小心地选择那些内在成长最为进步的人。他们选出了14人来替代来自黄金之城的人。在过去的47年来，那位美丽的存有每一天都让国王看到自己，通过他的照耀来给他提供帮助还有建议，从而让智慧和勇气成为指导人们的力量。国王继任者以及黄金之城14位存有的继任者被召集到备受爱戴且睿智的统治者面前。原本隐身存在的美丽存有让自己现身在他们所有的人眼前，他周围的圣光变得非常明亮。他对他们说：90多年以来，伟大的光之扬升大师一直教导、启发、祝福并繁荣这里的人民和这个帝国，榜样就在你的面前。如果你效仿他，他们所有人会持续带来繁荣并祝福你的土地。如果你没有把对合一至高无上的神之自我放在你心中的首位，不去一直承认他作为这个帝国及其居民的统治者，衰败就会开始。享受了超过1个世纪的荣耀完美将会被遗忘。我嘱托你关注万物当中至高无上的临在，愿他永远保护、指引和启发你。这里每个人内在的神之自我存在的可见证据被揭示给那些即将指导帝国命运的人。同样的状况会再次呈现给现代美国的人民。然后在新的统治者和他伙伴面前，国王和那14位来自黄金之城的存有走出他们的身体，展示了每个人的神之自我，让所有聚集在场的人看到。片刻之后，肉身消失了，消融在周围的空气当中。圣哲曼解释说，这样另一次转世中的记录也揭示给你了。祝福和成就是来自对内在合一神之自我至高无上的临在充满爱意的接受。现在让我们回到提顿王室。我们回到了入口，向前走到宴会厅，那里墙壁上陈列的是黄金制作的雕像，从古老的米特拉神庙转移而来。我们继续走到档案室，看到了那些美丽闪耀的存有搬过来的记录，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也被带到这里，不过我没有得到许可透露。随着这些体验的终结，我至少部分地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爱，因为没有人可以解释得清一个人对扬升大师强烈的爱与感激之情。自从我第一次见到圣哲曼后，我得以经历如此多的体验。
它永远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在这样的接触之后，生命当中只存在一种无法抗拒的渴望，那就是成为他们所是。然后一个人开始真正的意识到耶稣所说的圣父殿堂意味着什么，以及灵魂之家的真正所在。一旦一个人真正的，哪怕是只有1/10秒，体验到一位阳生存友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极致喜悦，那么为了到达那种成就的高度，为了可以同样表达出那种主宰还有爱，在人类的体验当中，没有什么是他不能去忍受或者牺牲的。一个人真正知道这样的完美，对所有的神之子来说都是可以实现的，而且这种完美就像实相一样的真实。即便是普通人过得最幸福的生活，与这些伟大存有的扬升状态相比，也会成为存在的空壳。像基督那样提升了自己身体的人，每天的日常生活就是体验自由、美丽、荣耀和完美。跟他们相比，人类夸夸其谈的那些创造，所谓的最美丽的创造，也是相当粗糙还有简陋的。当时间到了，我该回到自己身体中的那刻，我几乎被自己对圣哲曼的感激和爱所淹没。他知道我的感受，理解我的立场。他说：“我的孩子，你获得的是你值得得到的，你值得得到这些，还会有更多。随着我们的进展，会越来越明显。要记住，看似神秘的东西，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如此，因为它无法解释。当它被理解，所有不同寻常的事情都会被发现，是自然而然的表达，是根据法则来运作的。下面的这个真理要永远铭记在你的记忆当中，它是每一位神之子，如果他承认并且接受合一伟大之神的临在，并把临在锚定在他的内心还有大脑当中，同时在一天当中深深地感受这种真实感，去领悟并知晓神充满了他的心智还有身体，没有空间容纳其他任何东西，那么他就会获得自由。合一全能的临在是一个人生命和事物当中伟大和谐的活动。凭借着坚定的决心，如果他把注意力牢牢地绑定在这个永恒的真理上，那么就没有什么成就过于伟大让他无法达到。只存在一个生命之源，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注意力全部给他，那就是每个人内在的神之自我。对于伟大和谐的自我来说，人格自我应该总是有意识地承认它，并且与它保持持续的内在沟通，不论心智外在的活动是什么。这个合一的伟大自我是每时每刻流经每个人身体的生命能量流，通过它，万物得以在有形态的世界当中活动。它是流经心智的智慧，是指导所有建设性活动的意志，是支撑每个人的勇气和力量，是神圣之爱的感觉。当它流经一个人的时候，可以去限定所有的能量，它也是可以完成任何好事的唯一力量。当通过个人自我不受抵抗或者中断的来释放这种能量时，它就成为了人类活动每一种状况当中全胜的有意识的主宰。这种伟大的神之自我就在你的内在，它是所有创造的至高统领，也是存在当中唯一可靠、永久、永恒帮助的源泉。只有通过他的爱、智慧和力量，一个人才可以进入扬升的主宰当中，因为与他持续的有意识的交流，可以带来超越所有人类创造的自由和统领。当我说人类创造时，我是指所有不和谐、不完美的东西。我回到了我的身体当中，当我重新进入身体时，圣哲曼
抓住我的手，把一股神圣的能量注入我的体内，以维持和给予力量。我即刻感到我的心智和身体当中都恢复了活力。我坐了下来，把我的注意力深深地放在我自己的神之临在上，为我有幸得到如此巨大的祝福献上感恩的祈祷。他优雅地鞠了一躬，然后消失了。